全民穿越死亡游戏，每个人都获得了一份特殊职业能力，而我直接扮演起了神明，以一人之力之手操控整场游戏走向，只因我觉醒了唯一的隐藏职业欺诈师。谎言只要被信便会成真，我是骗子，我要开始说谎了。丁，游戏加载成功。本轮游戏名为谁是外来者，通关条件是抹杀所有敌对阵营玩家，或存活至游戏结束。本局玩家总数7人。随着钟声敲响，我置身中世纪古堡长桌旁，周围6人环绕长桌而坐。此时身后巨幅画像骤然发出瘆人异响，接着缓缓渗出2行猩红血字。7人中混入了2名外来者。揪出他们，驱逐他们！沙沙怪响不禁令众人心头一颤，恐慌间，每人面前凭空多出一封信件。拆开信封，纸上显现出详细的游戏规则。古堡内箱子分为2色，白色归属人类，红色则是狼人专属。此外，每日需维护机关防止毒气泄漏，每晚7点定时召开全员会议。会议室里是绝对的安全区，唯有投票可放逐玩家，若票数持平则无人出局。信封底部还藏着身份卡，我抽出瞥见人类2字，刚微微抬头想观察旁人的微表情，所有信件卡牌一瞬间尽全化为灰烬，再也无人惊呼全场死寂。结合墙上血字提示，大家心知肚明，这场生死游戏并非抱团取暖，而是一场玩家间的生死博弈。此时戴眼镜的小胖子推了推镜框，压低声音：这根本就是现实版狼人杀！5名人类对峙2头恶狼。既然红色箱子唯有狼人能开，那咱们找到箱子轮流尝试开启，谁是内鬼不就一目了然了吗？旁边的刀疤脸凶狠男随口吐了一口唾沫，满脸不屑：你当狼人脑子进水了？人家不会演戏，装作打不开啊！这话倒也在理。见刀疤脸面色愈发阴沉，我赶忙出声打圆场：行了，眼下争论这些毫无意义。狼人杀这种高端局很难在首轮讨论就精准揪出内鬼。虽说拖得越久，狼人越容易暴露，但那可是要拿一条条人命去填的。我长叹一声，不然怎会换作死亡游戏？除了性命，我们早已一无所有，甚至连这条命都是预借来的。众人闻言再度陷入死寂。没错，虽然名曰游戏，实则生死之分，所有人为了活下去都会以死相搏，争夺重生契机。眼下堪称世间最为残酷的修罗场，不安情绪在空气中蔓延。我佯装一脸凝重，是时候该让他们意识到，除了性命还有别的依仗。果然，压抑氛围中那活跃小胖灵光一闪：等等，局势未必那般绝望。别忘了，我们除了烂命一条，还有职业傍身。进副本前，我已觉醒职业，想必各位也都有各自的职业能力，这绝对是破局关键。听闻此言，我心中暗喜，事态正按剧本发展。既然拿到欺诈师这牌，最佳策略便是利用谎言伪装成其他强力职业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得先套出其他人究竟是什么职业。一直沉默的国字脸男人微微颔首：各位不妨轮流自报职业技能，根据大家的能力配置制定战术，或许更有胜算。见众人迟疑，国字脸率先抛砖引玉：既然我提议，那就我先来。职业士兵，技能开启后，身体素质暴涨5倍。刀疤男闻言眼神闪烁，用一种异样的目光上下打量了士兵一眼。真是没想到，还有这般简单粗暴的职业，太实用了。刀疤男接着话茬：老子职业是地痞，能无视一次规则。随即阴狠地扫视众人，虽不如当兵的能打，但谁也别惹我，老子可是能把规则踩在脚下的人。我暗中打量2人，发现这所谓的职业分配，似乎与玩家本人的属性有着极强的羁绊。那国字脸孔武有力，一身正气，一看就是行武出身；而那刀疤脸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江湖痞气。轮到那戴眼镜的中年妇女，她推了推镜架：我是教师，能力是获取本场游戏的隐藏情报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虽不如前2人特征鲜明，但他说话清嗓的习惯，还有只见后世的老茧，都暴露了他的身份。正当我思索之际，场上交谈未停，地痞一听有情报，立马来劲：搞到什么线索了？是额外提示，赶紧吐出来给大伙听听。教师面露难色，刚欲开口，身旁士兵猛地伸手制止：眼下敌暗我明，贸然暴露关键情报，只会让我们人类阵营陷入被动。话毕，士兵目光锐利地射向那戴眼镜的小胖子。该你了。胖子浑身一颤，紧张兮兮：我职业是宅男，能力猛，暂时无可奉告。全场瞬间死寂，地痞更是目露凶光，恶狠狠道：大家伙都坦诚不公，就你小子玩特殊搞保密。胖子连连摆手，语无伦次：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这能力实在太奇葩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等你们见识过，自然就懂了。宅男被吓得缩成一只鹌鹑，却还是硬着头皮死撑到底。虽未透底，但众人也不禁暗自揣测，整天家里蹲看动漫小说的死宅，究竟能觉醒什么离谱能力？紧接着那猥琐矮个男也有样学样，只爆出职业窃贼，对具体能力只字不提，气得地痞咬牙切齿，破口大骂：妈的，看你带的好头！其余人则是一脸漠然。窃贼这行当还能有什么花活？无非就是偷鸡摸狗。既然不说也罢，大家心照不宣。最后轮到那身着白大褂的美女，她倒是干脆利落：我是兽医，专门负责救治小动物。随着她话音落下，全场视线齐刷刷聚焦于末位的我。好戏开场，该我飙演技了。想必诸位都察觉到了端倪，这职业与各位现实身份可谓息息相关。士兵大哥一身军旅气，小胖子一看就是资深宅男，还有兽医美女，连白大褂都没脱。至于这位女士，现实中也是教书育人的园丁吧？教师微微颔首：没错，
我确实是中学老师。我潇洒地打了个响指，这就对上了。看来我的推理分毫不差。确认规律后，我便一直在琢磨，欺诈师这职业跟我这个清澈大学生能有什么瓜葛？我既没搞过诈骗，也不擅长车谎，脑中却猛然闪过教授课上那句名言：表演的本质即是欺骗，骗过自己，忽悠观众，让所有人对你的角色信以为真，这才是表演的真谛。撒谎我不行，但演戏我可是专业的，这可是比单纯撒谎更高级、更致命的欺诈艺术。此时一声刺耳叫嚷打破平静，地痞指着窃贼一脸嘲讽：绕这么大弯子，不就是想说我现实是个混混，这矮子是个小偷吗？窃贼也阴阳怪气的附和：合着我俩现实里就不是好鸟，直接票死我俩呗。二位稍安勿躁，刚才特意避开你们的职业不谈，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不必要的误会，铺垫这么多只为证明一件事：我有绝对的实力带飞全场。这不仅源于我的推理，更源于我的职业天赋。我不紧不慢整理着身上的侦探风衣，答案显而易见，我的职业是侦探，技能便是查验在座各位的真实身份。此话一出，其余6人瞬间脸色大变，惊骇万分。宅男更是瞪大双眼惊呼：卧槽，这是预言家！地痞猛拍桌子怒吼：放屁，哪有这种无赖技能？我看你就是满嘴跑火车，想挑拨离间。兽医与士兵也满脸狐疑。这本是身份推理局，你直接能透视身份，哪有这种破坏平衡的好事？瞬间半数人对我心存疑虑，虽有些意外，好在刚才的影帝级表演已立住人设，侦探气质这块拿捏的死死的。接下来便是填补逻辑漏洞。我淡定的扶正侦探帽，神情从容不迫。算你聪明，我的技能却非直接查验身份，但我敢这么说，是因为效果殊途同归。我的底牌是能够窥探目标内心深处隐藏的一个秘密，在这场游戏里，这不就等于查验身份吗？教师眉头微蹙，那你起初为何要故弄玄虚？面对质问，我早有对策。直说窥探隐私，恐怕只会招来大家的抵触与防备，不是吗？挖掘隐私倒也符合侦探的调性。士兵微微颔首表示认同，地痞也识趣的闭上了嘴。估计他也觉得自己那地痞技能有些鸡肋，只是除宅男外，众人投来的目光中明显夹杂着厌恶。看来没人喜欢被扒光底裤的感觉，但这份厌恶与提防，恰恰证明他们信了我的邪。下一秒，一股奇异力量灌注全身，直觉告诉我，只要念头一动，便能扒出在场任意一人的心底隐秘。无论是游戏身份，还是那些难以启齿的私密过往，虽拿到神职技能，我却不敢有丝毫懈怠。正如宅男所言，我是人类阵营获胜的关键核心，但硬币总有两面，我也瞬间沦为狼人的眼中钉，一旦落单，必死无疑。就在此时，会议室骤然被猩红笼罩，刺耳的警报声如催命符般炸响。人群骚动之际，士兵厉声喝止：慌什么？忘了信件内容吗？古堡有每日日程表，那是我们的保命符，完不成任务，死亡机关启动，大家一起玩完。众人冲向走廊墙壁，发现日程表。首要任务：修理发电机，2层工程室，耗时10分，倒计时15分49秒。燃料补给，3层器械室，耗时3分，倒计时17分22秒。清扫卫生，1层图书室，耗时15分，倒计时21分06秒。这不过是冰山一角，密密麻麻几十条任务令人窒息，唯独这3条火烧眉毛。地痞当场破防骂街：搞毛啊！老子这辈子没打过工，跑这鬼游戏里来当牛做马。这话虽糙，却道出了大家心声。任务繁重且地点分散，简直是地狱难度，抱团行动根本来不及。想清空任务列表，唯有兵分多路。我正盘算着最优分组方案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地痞这莽夫就抢了先。别磨叽了，赶紧分头干，我去修发电机。话音未落，便要转身单飞。令人啧舌的是，其余人竟一副默许的态度，丝毫没有阻拦之意。我眉头紧锁，大声喝止：任务虽急，但7个人全散开送死，简直是给狼人送自助餐。分开可以，但必须组队行动。士兵也点头附议。没错，7个人正好2分组，互相照应。面对众人疑惑眼神，士兵迅速解释：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，怕人类跟狼人分一组会被刀。恰恰相反，若队友遭遇不测，同组之人便是头号嫌疑人。这种互相牵制才是最安全的保障。7人2分组，必有1人落单。面对兽医的担忧，士兵挺身而出：那独行侠我当仁不让，毕竟我坐拥5倍常人体魄，纵使那狼人手持利刃，也休想伤我分毫。顷刻间，士兵这看似完美的提议竟全票通过。我虽默许，心头却莫名涌上一股违和感。士兵逻辑虽通，但这可是玩命局，比起阵营输赢，求生本能难道不该排第1位吗？诡异的是，在场竟无一人对此提出异议。倒计时步步紧逼，令人窒息。心底那抹不安让我选择暂时按捺住这份疑窦。忽觉衣袖被轻扯，回首便撞见兽医抿着嘴唇那楚楚可怜的模样。侦探，能不能带我一组？须臾间分组敲定，我与兽医打头阵，地痞携手窃贼，宅男搭档教师，士兵单刀赴会。眨眼功夫，我和兽医已置身2层工程室，眼前那老旧发电机轰鸣运转，卤素灯管闪烁不定，刺目红光伴着尖锐警报炸响。兽医满面愁容：这破玩意儿怎么搞？我学医的可不会修机器。任务不过是分散火力的幌子，难度有限。我翻开置物柜工具箱，果然在扳手下压着本操作手册。以手册所示，故障源于缺油，而机油恰好存放在1楼杂物间，需取回润滑。是吗？那我去跑腿，我知道位置。兽医主动请缨，我闻言眉头却拧成死结。别忘了，组队的初衷就是杜绝落单，
送命。兽医却展颜一笑，时间紧迫，你还得留这儿研究破机器呢。万一我拿回机油，你却不懂往哪儿加，任务失败，大家一起玩完怎么办？别担心我，这条命本就是捡回来的。他背着手，神情竟透着几分俏皮与决绝。见他去意已决，我不再强拦，只得叮嘱1楼只有宅男教师组，速去速回，或许能避开危险。切记将时间压在5分30秒内，一旦超时，神仙难救。至于为何卡死这个时间点，我并未多做解释。随着兽医背影消失，我脸上那副冷傲面具瞬间崩塌。刚才的一切不过是逢场作戏，扮演掌控全局的名侦探真累。若真能像柯南附体般拥有神级推理该多好！我自认不算蠢，洞察人心也有一手，可置身这死亡游戏，那点小聪明简直不够看。毕竟我只是个大2表演系学生，唯一的依仗不过是那一身话剧舞台练就的演技，无法掌控全局动向，无法看穿人心诡域，更无法在生死关头做到心如止水。甚至从开局起便觉这游戏处处透着诡异，无论是规则还是众人的反应，都反常的令人发指。遗憾的是，我至今无法参透这些反常背后的真相，哪怕智商不够，也得硬着头皮上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调整心态，想不通的死结暂时抛诸脑后。这5分钟的独处空档，必须榨干它的每一分价值。转身钻入隔壁房间，刚踏入门槛，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臭味便扑面而来，墙面黑红血垢斑驳陆离，不知干涸多久。台面上更是散落着碎肉，还悬挂着断肢残臂。眼前那地狱般的场景让我头皮发麻，强忍着胃里翻腾的酸水，壮着胆子凑近那堆残肢，血肉早已干枯腐朽，难辨真容。乍看有几分人形，细看却又透着股说不出的诡异，多待1秒都是折磨。我转过身，逃也似的离开了这令人作呕的鬼地方。刚冲出厨房，眼角余光便瞥见拐角阴影处静静躺着一只白色补给箱，快步上前撬开卡扣，箱内赫然躺着块真空包装的面包和一瓶矿泉水。饥饿感瞬间袭来，我狼吞虎咽的将食物塞进嘴里，灌下凉水，抹了把嘴才折返工程室。绝不能让兽医发现我动过人类补给箱。虽说人类阵营并非坏事，但其中藏着个致命盲点，狼人之间互不知底。若兽医身份存疑，在未确认我是不是队友前，他绝不敢贸然动手。可兽医怎么去了这么久？眼瞅着任务倒计时就要归零，让人心急如焚，心中默默掐着秒表。他已离开足足8分钟，难不成半路遭遇了什么不测？正胡思乱想间，工程室大门被猛地推开，兽医扶着门框气喘吁吁的现身。抱歉，机油搁得太高，我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它弄下来。瞬间切换回高冷侦探模式，面对他那妖弓般的眼神，我只从鼻孔里冷哼一声：算你回来的及时，不然大家一起完蛋！一把夺过机油，熟练地将其注入注油口，搞定这台破机器。我拽着兽医马不停蹄地奔向下一处任务点，行至旋转楼梯，头顶忽传来杂乱脚步与交谈声，听嗓音分明是地痞与窃贼那伙人。脚步声逼近，我眼疾手快地拉着兽医闪身躲入楼梯拐角阴影处。嘘，小声点儿，这2个家伙搞不好就是狼人搭档。兽医紧张地点头如捣蒜，待脚步声远去往1楼方向，才压低声音询问缘由。地痞组的任务全在3楼，器械室添燃料加洁具间维护，耗时起码15分钟起步。咱们做一个任务的功夫，他们绝无可能连跑2场去1楼，显然有鬼。兽医猛地想起刚才偷听的内容，他们似乎在说要去猎杀谁。话音刚落，兽医脸色煞白，这2货绝对是狼人，铁证如山。我不置可否，至少目前来看，这2人嫌疑指数已然爆表。此刻表现出的笃定不过是人设需要，实则心底早已泛起层层疑云。开局便送双狼同组，这也太巧了点。况且就算同组，确认身份哪有这般神速？心头那抹违和感愈发强烈，耳畔却传来兽医的轻唤：侦探，咱们到地方了。猛然回神，才惊觉差点错过祈祷室大门。抱歉，刚想事情入了神。伸手推开厚重木门，映入眼帘的景象却让我瞳孔骤然收缩。这破败古堡处处藏污纳垢，唯独这祈祷室竟一尘不染，显得格格不入。火速搞定任务，刚欲动身前往下一站，熟悉的脚步声竟再次响起，根本来不及躲藏，便与楼下冲上来的人撞个正着。竟是宅男与教师那一对。宅男目光中满是戒备与敌意，明明任务全在1楼，为何鬼鬼祟祟摸上2楼？连续2组人马行踪诡秘，不禁让我怀疑这游戏规则是否早已崩坏。满腹狐疑无处宣泄，只能强打精神，将警惕性拉满到12分。待最后一个任务收尾，窗外那原本阴郁的天色早已被彻底吞噬进无边黑暗。沉闷钟声骤然敲响，宣告着此刻已是晚间7点整。拖着灌了千世的双腿回到会议室，才发现其余5人早已在此恭候多时。士兵那双锐利的眸子紧锁而来，见我和兽医踏入房门，挑起眉梢，满脸戏谑：真是让人大跌眼镜，今晚竟然全员平安无事。喂，你这话里有话啊！地痞翘着2郎腿，眉头瞬间拧成个川字。兽医听罢也面露不悦：大家都没死，难道不是不幸中的万幸吗？活着当然是好事。士兵言语间透着寒气，但这只能说明狼人比我们预想的更沉得住气。倘若他们按捺不住今晚动手，咱们顺藤摸瓜早就破局了。费尽心机搞2分组，为的不就是引蛇出洞吗？这种说法未免太冷血了。面对兽医的天真言论，士兵无奈的长叹一声：别太天真了，小姑娘，还没搞清楚状况吗？这可是你死我活的死亡游戏。退1万步讲，就算狼人不开杀戒，为了生存，我们也必须通过投票处决2头狼，淘汰即是死亡。这游戏从一开始
就注定至少要有2个人把命留在这儿。这残酷的真相如当头棒喝，瞬间让兽医哑口无言，脸色煞白。终究还是宅男打破了这死一般的寂静。或许狼人只是没找到下手的良机，不过这对咱们人类阵营来说，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消息。只要有侦探在场，每天稳稳查验出一个人的身份底牌，只要侦探发动技能，狼人阵营此刻已然陷入绝对劣势。话音刚落，全场的目光如同聚光灯般齐刷刷的聚焦在我身上。原本计划查验头号嫌疑人，可如今环视四周，竟觉得全员愕然。地痞和窃贼狼狈为奸，鬼鬼祟祟的四处乱窜，似乎在搜寻猎物。宅男对我的态度突然180度大转弯，天知道那教师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。还有这独狼班的士兵，从一开始极力促成双人组队起，我就觉得他居心叵测，尤其是最后分组时，放着3人行的安全保障不要，偏要孤身涉险，甚至连跟了我一整天的兽医，我也无法交付半点信任。回想1楼做任务的细节，那杂物间明明近在咫尺，哪怕是蜗牛爬过去，也绝不需要耗费那么漫长的时间。况且若是空手而归，单纯翻找东西，怎么可能让他累得气喘如牛？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可疑，权衡再三，我决定先开地痞的底牌。心念一动，技能发动，一段陌生的记忆画面瞬间涌入脑海。画面中正是地痞的第一视角，只见他做贼心虚的用信纸遮挡，偷瞄着身份卡，卡面上那行冰冷的文字触目惊心：您的身份是狼人。现实中地痞那破锣嗓子恰时响起：喂，大侦探查谁了？赶紧把结果吐出来啊！猛地抬头死死盯着地痞，理智告诉我此刻揭穿这头铁狼是最佳选择，顺势将他票出局似乎顺理成章。可事实真的如此简单吗？强压下冲动叹了口气：抱歉各位，这查验结果我暂时无可奉告。这话一出，全场哗然，唯独那沉不住气的宅男当场急了眼：兄弟你玩呢？查都查了，装什么哑巴？非要当谜语人恶心大伙是吧？士兵脸色也阴沉下来，不管查到是人是鬼，公开情报才是最优解吧。地痞更是开启了喷子模式，这侦探当的磨磨唧唧，藏着掖着，怕不是心里有鬼？还有你这死肥宅，是你先带头当谜语人的，搞得现在侦探也有样学样，真特么晦气。至于你个当兵的，独狼玩了一整天回来装什么大尾巴狼？老子最烦这种装逼犯。面对地痞这条疯狗的无差别撕咬，我毫不退让，直接回怼过去。你们真以为无脑公开信息就是好事？动动猪脑子，好好想想吧。倘若我查出个好人身份，爆出来顶多发个金水，确实没啥大收益。宅男一脸懵逼：怎么没用啊？这可是实打实的好人金水，帮咱们好人阵营排除个错误选项，这怎么能说没用呢？兽医抢先一步耐心解释：这跟普通桌游可不一样，重点在于狼人根本不知道谁是队友。宅男一愣：那又怎样？我慵懒的往后一靠。有没有想过狼人守夜空刀的真正原因，还不就是怕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误伤友军？这么一点拨，宅男总算恍然大悟。那今儿个怎么整？一直沉默的教师终于忍不住发问：既然如此，不如全员弃票，白天不动手，晚上也消停，等我明晚验出铁狼，再做定夺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全场竟无一人反对。首日会议就在这诡异的和谐中草草收场。遵照信函规则，全员滞留会议室过夜，这里是绝对安全区，借狼人个胆子也不敢在这行凶。虽说安全，却无人敢真正入眠，空气中弥漫着焦虑与不安，谁也不敢掉以轻心。我随意瘫在角落的沙发上，毫无睡意，双眼死死盯着墙上的挂钟读秒。会议尾声时，脑中闪过一个惊世骇俗的猜想，偏偏这疯狂的念头能完美解释所有违和之处。指针刚过0点，我立马发动技能，士兵拆信的画面映入眼帘。不出所料，他也是头铁狼。翌日清晨，众人照旧分组行动，我和兽医一前一后再次踏上古堡中央的阶梯，猛地顿住脚步，身后的兽医一脸茫然地望向我：咋了，侦探哥？昨晚我其实查到了狼人。兽医听罢一怔：真的假的啊，哥？那你昨晚咋憋着不说，直接票死狼人不好吗？我目光如炬：原因很简单，昨晚查到的那匹狼就是你。故作不忍的叹息，兽医瞬间僵在原地。开什么玩笑，侦探哥，你搞错了吧？没有半句废话，只是缓缓转过身，眼神冰冷地注视着他。片刻后，兽医卸下面具，满脸遗憾：真可惜啊，侦探哥。我对你印象不错的，也没想这么早动刀。嘴上说着惋惜，手却撩起白大褂，从后腰利落地摸出一把匕首，反握在手。不过我很好奇，你到底是啥时候看破我的？我又哪里露出了马脚？只能怪你演技太拙劣了，兽医妹子。面对明晃晃的利刃，我依旧稳如泰山，全靠影帝级的表情管理硬撑。实则后背早已冷汗直流，头皮阵阵发麻，因为那个疯狂的猜想已然成真。所谓的外来者，其实指的是我们这2个人类。从组队那刻起，我就没信过兽医，那些天真软弱不过是刻意表演的伪装。可疑的不止他一个，急于分组的士兵，全票通过提案的众人，还有擅离职守的地痞窃贼，更别提那2个态度180度大转弯的宅男和教师。最致命的破绽在于，昨晚我提议空票时，所有人那副如释重负的模样。就在那一刻，脑中警铃大作，一个荒诞的念头冒出：难不成这帮人全员狼人？这念头一出，我猛然惊醒。规则从未限定狼人数量，而此刻这一切已得到实锤。狼人互不知晓身份，绝非闲比，而是维持这场杀戮游戏运转的必要前提。无论人狼谁先参透外来者的真正含义，谁就能在这场博弈中抢占先机。念及此处，我不禁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喂，
位侦探哥，死到临头你怎么还笑得出来？持刀的兽医笑眯眯的逼近，虽亮出凶器，却迟迟未动，只因他还摸不清队友身份，生怕误杀了同为狼人的我，绝不能放过这稍纵即逝的机会。我猛地转身拔腿就往楼上狂奔，兽医反应极快，错愕不过一瞬，便立刻追杀上来。殊不知我根本没打算逃，刚窜上2级台阶，便猛然回身，一记窝心脚将猝不及防的他踹下楼梯。趁他忍痛挣扎之际，我顺势夺下匕首，没有半分犹豫，刀尖直捅入心脏。他拼尽最后力气，死死扣住我的手腕，眼中满是不甘，直至瞳孔涣散，彻底断气，身体止不住的站立。抱歉了，这是我想到的唯一破局之法。随即我装作失魂落魄的扶着栏杆，弯腰剧烈干呕起来，余光瞥见3楼拐角那个窥视的窃贼身影消失，我瞬间收起这副杀人后恶心的拙劣表演。人类想要获胜只有2条路，要么误导狼人自相残杀，要么主动出击猎杀狼人。规则虽说狼人强大且拥有武器，可从未规定人类就只能是待宰的羔羊。兽医怕暴露狼人身份，殊不知我比他更怕他暴露。一旦他露了底，我不仅痛失假队友，更会让其他狼人察觉到狼队人数的猫腻。必须在此刻做掉他，让所有人误以为我才那匹铁狼。随手将匕首别在腰间，刚走下楼梯，竟迎面撞上了宅男和教师。这次宅男似乎有了依仗，竟敢主动凑上来搭讪，我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直接无视2人径直迈入会议室。教师似乎察觉到了异样，急忙招呼宅男上楼查看。与此同时，我在心中默数着倒计时，还没数完，刺耳的会议钟声便已响彻整座古堡。士兵一马当先冲进来，见我端坐其中，不禁疑惑：是你拍的警报？话音未落，会议室大门再次洞开，其余4人鱼贯而入，扫视一圈，士兵瞬间两然。看来兽医已经凉了。宅男脸色惨白如纸，嘴里支支吾吾说不出一句整话。教师立刻接过话头，将刚才的所见所闻全盘托出。待教师说完，宅男终于回过神来，恶狠狠地指着我：就是他杀了兽医，刚才撞见他独自从楼梯下来，我就觉得不对劲，问他话也不搭理，结果这货一脸杀气，理都不理，直接进了会议室。宅男这番指控逻辑闭环，无疑将杀人嫌疑彻底锁死在我头上。谁知我竟毫无惧色，反而仰天狂笑起来。各位动动脑子，我要是狼人，会蠢到对自己的队友下手吗？还有个猛料，就在刚才这死胖子泼脏水的时候，我已经查验了他的身份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这货就是一匹铁狼。他为了遭我这个全场唯一的预言家，不惜自刀杀了跟我同组的兽医。我语气激昂顿挫，话里行间还夹枪带棒的进行人身攻击。宅男气得浑身发抖，老子全程跟教师绑定，哪有机会作案？闻言我猛拍桌案，直接打断。这不正好说明你俩是双狼绑定？好人都跟我走，今天全票出这胖子，明晚顺手把教师带走。这番发言虽逻辑崩坏，但气势惊人。宅男被气得七窍生烟，一时竟语塞。情急之下，宅男从裤兜掏出一个巴掌大小、类似对讲机的仪器。侦探，你嘴硬是吧？敢不敢对着测谎仪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？看到测谎仪这稀罕物，我心头一惊，但转念一想，这玩意儿反而能助我一臂之力。测就测，谁怕谁呀？有种你现在就给老子打开！谁知教师竟在一旁补刀，警告你别耍花样，这宝贝一天只能测这一句。宅男一愣，一脸懵逼的看向队友。徐老师，你报这种底干啥？教师这才意识到说漏了嘴，慌忙找补。我是怕他胡搅蛮缠，浪费了这次机会。反正如果这侦探一会儿顾左右而言他，那就直接默认他不敢测谎了，没毛病吧？行吧，徐老师。宅男一脸无奈地点了点头。殊不知这番对话反倒让我捕捉到了关键线索。看来这2人之中，宅男是我队友的概率极大。那教师刚才分明是在给自己留后路。宅男按下侧边按钮，将仪器对准我。我直视镜头，面色冷峻的开口：兽医的死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下一秒红灯爆闪，尖锐的蜂鸣声炸响。好啊，你果然在撒谎！宅男激动的拳头紧握，我脸上故作错愕，心里却稳如老狗。毕竟我的目的就是要坐实铁狼身份，这样真正会把票挂给我的，大概率只有宅男这一个铁憨憨。为了演好这匹狼，特意选在楼梯跟兽医摊牌，不仅因为地形狭窄利于反杀，就连刚才往上跑的动作也是故意做给地痞和窃贼那俩货看的。至于为何演得如此浮夸，自然是因为这2人极可能首日就互认了狼人身份，一个既能无视规则，另一个虽未亮牌，但窃贼的底牌早已说明了一切。只要目睹我行凶杀人，这2人之间毕生嫌隙，互相猜忌。果然，地痞此刻装出一副深思熟虑的模样，窃贼的余光也不住地往地痞身上瞟。随着宅男高呼投票，每个人面前凭空浮现出纸笔，宅男没有丝毫犹豫，大笔一挥写下了代表我的7号。投票结束，结果公示，我与宅男各持1票，平票导致无人被放逐。看到这一幕，宅男当场傻眼。不是吧，哥们，你们这帮人！不等他把话说完，我反而吼得比他还大声：你们在搞什么飞机？为什么不票死这个宅男？他都要踩死我这个预言家了！我可是全场金水，真服了你们这群猪队友！宅男目瞪口呆，张了张嘴，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。怎么把我词儿全抢了？你个狼人急个锤子！其他人也面面相觑，显然对我竟然没被票出局感到不可思议。时间来到第3天，我扫了一眼任务清单，便独自一人大步离开了会议室。身后窃贼鬼鬼祟祟地摸了上来，看样子是单独行动。看来窃贼和地痞压根没盘出场上共有5匹狼的真相。这货跟上来的目的，估计是想来
来跟我对暗号确认身份，只要确认了我是真狼，那地痞那头肯定就是冒牌货。即便如此，我依然装出一副警惕模样，反手摸向后腰。见我要掏家伙，窃贼急忙摆手：“哥们儿，别冲动，我知道你是狼人，咱们是队友啊！”说着，赶紧从怀里摸出一把寒光闪闪的手斧，以示诚意。你居然也是狼？慢着，你该不会是偷了我队友的武器，故意来套路我的吧？窃贼急得满头大汗：“哥们儿冤枉啊！我真是自己人。昨儿我在3楼看得清清楚楚，你刀了兽医之后，扶着栏杆在那儿干呕。但这事儿，昨晚开会我一个字都没往外蹦，这下你总该信我是铁队友了吧？”听到这番话，我这才卸下防备，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。那感情好啊，咱俩联手行动，现在就能直接开双刀，大杀特杀。那士兵虽然战力爆表，但碰上咱哥俩联手，恐怕也得跪。我强压着内心的算计，装出一副兴奋过头的模样。见我这副反应，窃贼自然对我狼人的身份深信不疑，但他随即又面露纠结，毕竟第一天他和地痞就已经互认了身份。难不成这局游戏狼人竟然有3个？面对窃贼抛出的疑问，我早有预料，不动声色地反问他们是如何相认的。窃贼挠挠头，尴尬一笑：“我的技能是每天能窃取一件别人身上的物品。第一天刚做完首个任务，地痞就找借口尿遁溜了。但我悄悄瞄了一眼，发现这货去的方向根本就不是厕所。等地痞一回来，我就动了手脚，顺走了一把叼着狼图腾的西瓜刀。我当时觉得这货铁定是狼队友，索性直接摊牌把刀还了回去。起初地痞还满脸狐疑，直到后来又翻出了个狼人补给箱，我当面把箱子一开，这下那家伙才算是彻底放了心。”窃贼一边复盘一边皱起了眉，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。“兄弟，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局狼人不止咱俩？”听完他的描述，我脑中灵光一闪，瞬间脸色阴沉下来。坏了，你被地痞当猴耍了？你难道忘了地痞那技能有多恶心吗？听我这话一出，窃贼原本得意的脸瞬间变得惨白。我趁热打铁，继续忽悠。我刚用了侦探查验技能，地痞确确实实是个人类。窃贼急得额头冷汗直冒。那咋整啊？侦探大哥，我这身份可是已经全暴露给他了呀！我立马压低声音安抚：“先别慌，他昨晚没在会上把你点出来，说明这孙子还想利用你。就凭他那自私自利又暴躁的尿性，估摸着是想憋个大招，一次点爆2狼，或者想亲手刀狼拿 MVP。而且我严重怀疑，这货巴不得狼人多杀几个，就算是人类同伴，他也不见得想让别人活。就像昨天我刀了兽医，这货怕是心里早就乐开了花，毕竟兽医第一天可是跟他硬刚过的。”听完这通分析，窃贼疯狂点头，急忙追问接下来该怎么干。我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抬手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：“先下手为强。”兄弟说的在理，现在只能先下手为强，送他上路了。可有个麻烦是，地痞跟我一组行动，他要是挂了我，嫌疑最大。怕个毛，你只管动手，我这边也会找机会再刀一个。到时候场上就剩4个人，咱俩把票一保，谁能把咱们投出去，就算我没找到下手机会，你也得把尸体藏得严严实实，指不定咱俩能直接开双刀屠场，最后投票冲走剩下1个，这不妥妥赢了。窃贼被我这一通大饼画得晕头转向，顿时感觉胜利在望。临走前，我重重拍了拍他肩膀：“这一切的前提是你得把地痞弄死，所以见了他千万别犹豫。”窃贼激动的直点头：“放心吧，哥们，我出了名的人狠话不多，见面就是一斧子。”看着这货离去的背影，我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冷笑。这下不管是窃贼砍死地痞，还是被反杀，狼人数量都得减员。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重新赢回宅男的信任。到那时，这局游戏的节奏将完全由我一人掌控。我迅速回忆宅男组的任务线索，提前赶到了他们的第3任务点。没想到运气爆棚，竟然意外发现一个还没开封的人类物资箱。正琢磨着怎么跟宅男单聊，他竟然独自一人晃悠到了门外。我猛地冲出，把刀架在他脖子上，吓得这货一声不敢吭。听好了，这是个5狼局，咱们俩人类才是那个外来户。说完，我挟持着他走到物资箱前，当着面直接掀开了箱盖。看到这一幕，宅男心里的疑虑瞬间消了大半。卧槽，侦探，你居然真是好人！他一脸憨态的挠了挠头。这也不能赖我啊，昨晚你那表现简直比狼人还像狼人。那是我故意的。随后我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，宅男被这惊天反转震得目瞪口呆。真的假的啊，哥们？不过细想一下，那徐老师好像真没开过人类箱子，甚至连测谎仪和那把枪的箱子都是支持我去开的。慢着，你说枪？我连忙追问，宅男点头如捣蒜。徐老师拿到的信息是，人类阵营有2件神器，一个是测谎仪，另一个就是手枪。测谎仪每天能验一句真假，但那把枪只有1发子弹。但这玩意儿可是拥有必中属性的神器。我心头猛地一跳，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。果然，宅男紧接着补刀，那把必中的枪现在就在徐老师身上，这下完了！人类反杀狼人的最大底牌，居然落到了狼人手里。我沉默良久，猛地抬头盯住宅男，给我交个实底，你的技能到底是啥？宅男老实回答，只要我保持静止不动，回血速度能飙升10倍。我气笑出声，既然那枪只有1发子弹，待会儿你能负责肉身扛枪吗？必中又不代表必死，你躺平装死，没准伤口自己就愈合了呢。大哥，你玩真的？宅男一听这话，脸瞬间吓得惨白如纸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废话，当然是逗你玩的。我长叹一声，本来那个特种兵就够难缠了，现在又多了个持枪教师，这局简直地狱难度。我搜肠刮肚也想不出比这更糟糕的局面了。
正当我绞尽脑汁想对策时，房间大门被人一把推开，大摇大摆走进来的两人，正是那个特种兵和教师。这俩货同时现身，绝对是我现在最不想面对的画面。但看到他们的瞬间，我脑中电光火石般决定先发制人。二位，想必你们已经琢磨透这游戏的真正规则了吧？教师慢悠悠举起手枪，脸上挂着玩味的笑容。我落单时正好撞上这当兵的，他二话不说就要干掉我，得亏这把枪让他冷静了下来。也正是这份冷静，让我们想通了一件事。士兵咧嘴大笑，原来狼人根本不止2个，你们人类还是闯入的外来户。没错，我淡定的点头，顺手极其自然的把身旁的小胖子卖了个干净。宅男瞪大眼睛，难以置信的看着我，还没等他开口，门外又晃出一个黑影。哟吼，都在这儿聚会呢，挺热闹啊！来的人正是那个满身杀气的窃贼。只见他提着把还在滴血的手斧，一步步逼向教师，还不忘冲我疯狂挤眉弄眼，那意思是想让我配合他一起动手，宰了宅男和教师，回头开会再把那个当兵的票死。可惜啊，窃贼这点小心思瞬间就被教师一眼看穿，黑洞洞的枪口再次对准了窃贼。别冲动，兄弟，我和你是一伙的，都是狼人。面对那冰冷的枪口，窃贼立马举起双手，脸上写满了懵逼和错愕。教师继续解释，这场游戏的外来者其实是人类，咱们狼人才是5人众。我和这当兵的都是狼队友，爱信不信，反正你别给我添乱就行。倒是那个士兵饶有兴致的插话，听说你把地痞给宰了。窃贼一脸懊恼，杀就杀了呗，反正人类看样子就剩这个死肥宅了，只要弄死他，游戏不就结束了吗？让我意外的是，都这时候了，宅男竟然死咬牙关没把我供出来。对这胖子的讲义气，我心里还真有点感动。但这会儿感动有个屁用啊！果然，下一秒士兵冷笑一声：“别装了，死胖子，你身后那个侦探才是你的铁杆队友，他压根儿就不是什么狼人。”哪怕被当场拆穿，我依然隐蔽附体，面不改色，装作一脸不爽的瞪着士兵：“你几个意思？凭啥给我扣好人帽子？我看你才不像狼人，老子有狼刀，你有吗？”说话间，我晃了晃手里的利刃，士兵反手也从怀里摸出一把弯刀，见他也亮了家伙，我继续硬刚。既然大家都有狼人武器，凭啥你一口咬定我是人不是狼？教师冷冷的插嘴：“你明明昨天就猜到狼人人数占优，为啥还唆使窃贼去杀地痞？”面对这致命疑问，我刚想张嘴，却被士兵抢过话茬，直接打断：“别狡辩，说你不知道狼人有5个，看你昨晚会上那操作，傻子才信你不知道。”我依旧稳如老狗，本来也没打算用那种烂借口。我是真觉得地痞是人类，窃贼跟我交了底，他和地痞互认狼队友，就是因为地痞手里有狼刀。但我想到了地痞那复制技能，所以我怀疑狼刀可能是他用技能变出来钓鱼的。起初看教师和宅男、地痞和窃贼这2对，那叫一个如胶似漆，彼此信任度爆表。我当时就琢磨，这怕是2对双狼抱团吧？照这个逻辑推算，我一开始把士兵和兽医列为了头号人类嫌疑人，哪知道宰了兽医一验士兵，好家伙！你居然是头铁狼，这就说明那2对里绝对藏着个演技派人类在反串狼人。谁能料到我竟然翻了车？真相居然是这宅男脑子缺根弦，被教师耍得团团转，还帮人数钱，真对不住了窃贼兄弟，怪我太自信，这才一直瞒着你没透底。这番话我说是声情并茂，宅男听得目瞪口呆，看眼神是真把我当成了狼队友。窃贼虽说一脸不爽，但也信了我的邪。妈的，你小子藏得可真够深的，把我坑惨了！连那老奸巨猾的教师眼神里都闪过一丝犹豫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士兵那阴冷的笑声再次响起：“侦探啊侦探，你这张嘴是真厉害，连我都差点着了你的道。可惜啊，要不是我手里捏着铁证，还真就被你这套说辞给蒙过去了。你手里那把狼刀其实是兽医的遗物吧？那天我亲眼看他独自进了杂物间，等他前脚刚走，我后脚进去就看见个被撬开的武器箱。”士兵目光森冷：“别垂死挣扎了，侦探，能干掉兽医又坑死地痞，你已经够让我意外了。但这破游戏人类注定是输，退一万步讲，就算你是狼人，老子今天也照杀不误。”此时士兵脸上的笑容简直阴狠到了极点，没想到这家伙比我想象中还要狠辣，简直就是个杀人机器。这一瞬间，我心里甚至涌起一股破罐子破摔的冲动，干脆2眼一闭，死了算了，反正老子本来就是死过一次的人。但这念头刚冒头，就被我狠狠掐灭在摇篮里。开什么玩笑，稀里糊涂进这游戏就已经够离谱了，哪能因为游戏不公平就直接举白旗投降？那不是我的风格，给我冷静！既然把我分到人类阵营，搞不好是因为背后的神明觉得老子比这帮家伙加起来都要强，毕竟我可是拥有唯一的隐藏职业，传说中的欺诈师。哎，早知如此，当初就不该选什么侦探身份。要是早知道这局面，我就该吹自己职业是军火商，技能是无限召唤 AK47，扫射全场。还有什么遗言要交代吗，大侦探？耳边冰冷的声音无情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，我越想越绝望。眼下这死局，除了时光倒流，似乎真的无解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疯狂到极点的念头猛地在我脑中炸开：万一时光真的能倒流呢？下一秒，我猛地抬头，嘴角勾起一抹无奈又神秘的苦笑。唉，这一局终究还是输给你了。士兵眉头一皱：“你说又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以前见过。”士兵的声音冷得像冰渣，看着他那疑惑的样子，我恢复了绝对的平静，开始了我最后的影帝级表演。那当然，你既然这么聪明，不如猜猜我们还在哪儿交过手？别听他在那儿扯淡，
这小子肯定是在故弄玄虚，拖延时间。教师厉声喝止，士兵本来也想这么想，可眼前这侦探淡定的过分，谁临死前会为了装逼这么平静？我转头微微一笑，那边的宅男，你平时最爱看的番里少不了弹丸论破和柯南吧？你的本命是灰原哀对吧？最近刚出的那部新番，你更是一集不落，追得很凶吧？宅男瞬间傻眼，我操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心里暗笑，废话，看他对这推理游戏这么上头，平时追番口味肯定也是这一挂的。再说了，10个柯南粉里的宅男有9个都是哀党，这还要猜？接着我视线转向教师，徐老师，你带的应该是那种重点升学班吧？但班里总有那么几个刺头学生让你操碎了心，哪怕到现在也放心不下吧？还有你自己家那孩子，学习成绩也是让你头疼的老大难，我说的对吗？教师瞳孔猛缩，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些？看着他们那副见了鬼的表情，我笑而不语。原本打算联手士兵宰了我的教师，此刻彻底傻了眼。其实这些话听着玄乎，全是正确的废话。看他这干练的气质，平日里带的绝对是毕业班。像他这种责任心爆棚的好老师，心里肯定放不下那帮崽子。他来这鬼地方，肯定带着执念，这执念多半就是他的学生。至于孩子嘛，看他手上的婚戒和年纪，家里肯定有个娃。而当老师的对自己孩子成绩，我就没见过几个满意的。紧接着我目光转向窃贼，其实我对你印象还挺不错，摊上那种极品佳人算你倒霉，不论是打骂还是冷眼都过去了。你其实做梦都想洗心革面，出去以后重新做人吧。窃贼嘴巴张得能塞进鸭蛋。侦探，你怎么连这也知道？依然还是那些正确的废话。要是爹疼娘爱家庭幸福，他至于沦落到去当小偷？再说了，进过局子的谁不想从头再来？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这套忽悠大法全是靠基本推理加上心理学那个巴纳姆效应。人啊，总容易觉得那些模棱两可的废话是在说自己。虽说我也在赌，但这把显然是让我赌赢了。3人都被我镇住，虽然仔细琢磨肯定能发现漏洞，可我这连珠炮似的一通输出，哪会给他们反应的时间？况且看着别人一脸震惊，从众心理也会让他们深信不疑。不过真正的硬茬是这个士兵，当过兵的意志力非同小可，这家伙不仅脑子好使，性格更是孤僻多疑难搞得很。既然如此，只能开挂了，直接发动能力窥探他心底的秘密。阿燕，你疯了吗？想干什么？倒卖军火可是掉脑袋的重罪。班长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妈病得快不行了，尿毒症换肾，还差40万救命钱。要是没肾源，也就认命了。可偏偏找到了，我真的太缺钱了，班长，真的对不起。画面里那个穿军装的寸头汉子，竟被士兵搬起石头狠狠砸了下去。很好，最后一块拼图终于凑齐了。我猛地看向士兵，还有你秦彦修，我打心眼里不喜欢你，不过你也够惨的。心里一直放不下你妈吧？尿毒症就算换了肾也得人伺候。听到这话，士兵脸色瞬间阴沉的像要滴水。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？我面色依旧波澜不惊。大家都有必须活下去的理由，这我比谁都清楚。我明白，你们谁都不想死在这里。随即我故意露出一副遗憾的表情。正如你们猜的那样，这根本不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游戏。虽说你们记忆会被重置，但在我这儿，这破游戏已经轮回了10几次，所以我才对你们了如指掌，知道你们每个人拼命想活下去的苦衷。这话一出，全场炸裂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你在扯什么犊子？3人都惊得目瞪口呆，教师更是颤抖着指着我大喊：虽不懂你葫芦里卖什么药，但这些情报都是你靠侦探技能查出来的吧？我不屑地冷笑一声，这才第3天，凭技能，我怎么可能把你们4个人的老底都扒光？说话间，我顺手从宅男衣兜里掏出了那个测谎仪，我脸上浮现出一丝怀念。这测谎仪啊，前几个轮回里可是帮了我大忙。接着我按下侧边的开关，缓缓开口：都给我听好了，我觉醒的职业根本就不是什么侦探。话音刚落，测谎仪上的指示灯毫无反应，这是真话。我随手把测谎仪扔在地上，掏出了这场大戏最关键的那句台词：我的职业名叫玩家，唯一的特殊能力就是回荡。这话一出，宅男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瞬间激动起来。你的意思是你能像瑞灵和明日边缘里的男主那样无限独挡重来吗？我缓缓点头确认。教师惊呼出声：那你岂不是无敌了？只要没赢就能一直回荡？这绝对不可能，我不信他能随意回荡，发动能力肯定有限制。士兵愤怒地咆哮：只要在他回档前干掉他！话音未落，他便如猛虎般冲来。这全力一拳虽在预料之中，但我根本避无可避，硬生生挨了一下，瞬间跌坐在地，剧痛与血腥味冲击着大脑，险些让我昏死过去。我死命撑住，绝不能现在倒下。好戏还没完，士兵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。怎么还不回档？条件到底是什么？老实交代，给你个痛快！你怎么不直接杀了我？有武器不用，非要用拳头？你就这么喜欢折磨人吗？我抬头冷笑挑衅，随即我看向一脸错愕的3人。你们知道吗？眼前这位一身正气的士兵大哥，其实是个杀人犯。我之前还纳闷，季伯达是地痞，姚正业是窃贼，怎么你的职业偏偏不是叛徒或者罪犯？士兵一声低吼，够了！拳头狠狠砸在我身侧地板上。我挣扎着爬起，对他怒吼：有种往我头上砸，就像当初砸你班长那样砸下来呀！老子宰了你！士兵双眼血红，额头青筋暴起。窃贼突然惊恐大喊：
驻守士兵，他的回档条件很可能是死亡触发。可惜一切都晚了，我的激将法已经让士兵彻底失去了理智。动手啊！你这该死的叛徒！拿那脏钱给你那该死的妈治病，那老不死的肯定骄傲坏了吧？士兵瞬间暴走，你特么闭嘴，不许提我妈！随后刀刃如雨点般疯狂砍在我身上，我脸上却不见丝毫痛苦，只有满眼的讥讽。混账东西，是你自己侮辱了他！我神情淡然，仿佛早已习惯死亡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扫视周围所有人。又要重来了吗？下一次到底该怎么赢呢？生命消逝前，我留下了这句遗言：对于拥有回档能力这件事，我深信不疑。想骗过别人，首先得骗过自己。这种坚定的信念，也将成为谎言成真的关键判定。这一刻，我比谁都坚信，我的职业就是玩家，我的能力就是回档。怀着这份绝对的信念，我缓缓闭眼，熟悉的黑暗与虚无再次将我吞噬。那种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，依旧让我不寒而栗。只是这次，虚空中隐约传来赞叹：真是精彩，仿佛神明在为我的表演喝彩。呼，长出一口气，缓缓睁眼，我竟真的又回到了游戏的最开始。熟悉的会议室，冰冷的长桌前，那几张熟悉的面孔依旧在沉睡。抬头看向挂钟，6点55分，而上次游戏开始是7点整，心中瞬间了然，这帮家伙肯定还在抽取职业，身体却早已就位了。这一波回档操作，竟然为我争取到了5分钟的自由活动时间。哪怕有了这5分钟先机，哪怕看穿了游戏的陷阱，我依然没有必胜把握。只要秦彦修这个觉醒士兵职业的疯子在狼人阵营，这就几乎是死局。该怎么办？这次忽悠他们，说我有个更强力的隐藏职业，最后跟士兵单挑，或者趁现在把身份卡跟士兵换一下。不对，士兵要是发现打不开属于自己的箱子，立马就会察觉出猫腻。想到这儿，我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，快要炸。肯定有破局之法。欺诈师作为唯一隐藏职业，绝对有翻盘的手段，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彻底逆转这完全失衡的绝望游戏。抛弃常规逻辑，打破所有束缚。除却欺诈师这唯一职业，我还有引以为傲的演技，再加上2周目的先知优势，层层筹码叠加，一个疯狂至极的念头在我脑中炸响。疯就疯吧，反正这该死的游戏本身就是个疯人院。我猛地起身，一把抄走所有人的信封，随后大摇大摆地走出了会议室。1分钟后，众人悠悠转醒。正当他们满脸迷茫时，我猛地推门而入。不错嘛，各位的求生欲都很强。迷途的羔羊们，欢迎来到我的游戏。这就是我的必胜剧本，扮演神明。大厅内，所有人死死盯着突然闯入的我，其余6人惊疑不定。宅男率先打破沉默：“你是游戏主办者，换句话说，你就是神。”我自己封神未免斗假，但他这一问简直是神助攻。我微笑着回应：“请叫我管理员先生。”面对质问，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，只是嘴角上扬，露出一抹高深莫测的微笑。好的，管理员先生，那能劳烦您讲解一下游戏规则吗？这宅男果然动漫看多了，瞬间接受了设定，但其他人眼中却写满了怀疑。果然，下一秒地痞猛拍桌子怒吼：“少他妈装神弄鬼，把老子弄这儿来，想干嘛？”季伯达先生，来这之前难道没看到那些足以让你认清现实的提示吗？闻言，纪伯达脸色骤变：“你怎么知道老子的名字？”当然，毕竟这是我的游戏，我不光知道你叫什么，还知道你觉醒了职业地痞。在座的各位也都一样赤裸裸地暴露在我面前。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就大发慈悲帮你们互相介绍一下吧。这位觉醒了地痞职业的纪伯达先生，想必大家已经见识过了。方才抢答的那位是觉醒了宅男职业的毕永涛，这位气质出众的女士是兽医吴子豪，而这位体格健壮的猛男是士兵秦彦修。旁边这位眼神飘忽、透着机灵劲儿的是窃贼风玉，最后这位戴眼镜的知性女士是教师刘芳。我如数家珍般爆出所有人的底细，这手全知全能的表演，瞬间让众人对我的身份信了大半。宅男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那么，管理员大人，现在可以宣读游戏规则了吗？当然可以，不过在此之前，诸位应该都很清楚，你们已经死了吧？此话一出，连兴奋的宅男都僵住了，众人面露难色，但我毫不在意，毕竟我现在扮演的是神明，神又何须顾忌凡人的感受？你们每个人都对重生有着强烈的渴望，或许是为了学生孩子，或许是为了没追完的新番，或许是想洗心革面做个好人，或许是为了家中重病的母亲，亦或是单纯的贪生怕死。这番洞察人心的话语落下，我能清晰感到众人投来的目光中信任度蹭蹭上涨。于是我趁热打铁，正是因为这份强烈的渴望，神明才赐予了你们这场游戏的机会。希望诸位能好好把握这次重生的契机。紧接着我宣读完规则，从怀中掏出那6个信封，物归原主般递给了他们。众人颤抖着再次拆开信封，确认自己的身份卡。士兵眉头紧锁，率先发问：管理员先生，我有件事想不通，进来前我看到的提示明明显示玩家是7人，为什么在座的只有6个？真聪明啊，士兵，我欣赏你的敏锐，恭喜你触发了本场的特殊规则。在本场游戏中，存在一名觉醒了特殊职业的玩家，他觉醒的职业名为独行者，所以他不会与你们同行。此刻这家伙正藏匿在这座古堡的某个角落。兽医急切地追问：那这个人的阵营是狼人还是好人？他的阵营与职业无关，并且他将不会参与任何投票环节。士兵沉吟片刻追问：那个独行者除了开局不跟我们抱团，还有什么特殊能力？我摇摇手指：他的底牌亮不亮，全看他心情。当然，在座各位的技能要不要抖落出来，也是你们的自由。是吗？既然如此，我选择公开。士兵一脸严肃的表态，地痞却一脸烦躁，甚至有些莫名其妙。脱裤子放屁干什么？
红口白牙一说，谁他妈会信啊？我看士兵先生是想以此自证清白吧。我嘴角噙着笑意，毕竟作为管理员，我不光对各位的职业底细了如指掌，这游戏里的一草一木、机关陷阱更是刻在我脑子里。不过嘛，我给自己设定的管理员权限仅限于上帝视角看地图而已。为了游戏绝对公平，我绝不会亲自下场干预你们的厮杀，甚至就连你们谁是狼谁是人这种核心机密我都不清楚。我笑眯眯地抛出这番话，瞬间感到欺诈师的被动终于触发了。庞大的古堡蓝图、致命机关还有宝箱坐标，如潮水般疯狂涌入我的脑海。我心中长舒一口气，总算赌赢了。对这该死的职业理解又深了一层。其实从刚才到现在，这帮人对我的信任度并没有实质性波动。早在我发信封的那一刻，他们就已经对我这尊神深信不疑了。刚才没获得权限，不是因为他们不信，而是我对管理员权限的定义太模糊。他们之前不知道我具体能干啥，但这事我不敢拖大，毕竟这帮人全是人精。正因为他们对活下去有着变态的执着，杀起人来绝对不会手软。哪怕是那个看似柔弱的兽医，上周末我刚暴露身份，那娘们拔刀就要砍我，这次必须速战速决。既然立了不干涉的 flag， 就得想办法给流程按个快进键，绝不能让他们有时间坐下来开茶话会。上次就是士兵和教师一通气，我才凉的。既然拿到管理员权限，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个阴毒的新玩法，于是我拍拍手吸引注意。各位，虽说我不直接插手，但我依然会作为 NPC 在城堡里溜达。只要遇到我，你们可以提一个问题，不管是查人位置、查技能、查谁杀了人，还是问机关物资，以此类推。我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。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想知道答案得付钱。教师推了推眼镜，我们需要支付什么筹码？拿命换，你们每宰掉一个玩家，就能从我这儿换取一次提问机会。此话一出，场上的聪明人瞬间炸了锅。这不仅意味着狼能杀人，好人也能拿刀。士兵压低声音喃喃自语，而且有了这诱惑，不仅能反杀狼人，同阵营为了情报也能互屠。没错，你们这届玩家的素质比我想象中精彩太多了。看在这么有趣的份上，我决定附赠一个关于整个游戏的终极提示：阵营胜利虽然能通关，但所有幸存者将平分通关奖励，而这奖励就是寿命。游戏结束，胜者复活，但想一直苟活下去，就得不停的在这个地狱轮回。本场赚到的寿命决定你下次进本的时间，而新手关卡的奖池足足有5年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所有人脸色巨变，这意味着哪怕是同阵营队友，为了多分寿命也会背后捅刀子，也不可信。哪怕是枕边人，也可能随时拔刀相向。我瞥了眼墙上的挂钟，哎呀，吉时已到，建议各位立刻动身。别忘了，你们的敌人不止同类，这座古堡可是会吃人的。士兵豁然起身，这次媒体组队的事，扫了眼日程表，便独自扬长而去。毕竟在我的诱导下，这游戏已从阵营战异化成了大逃杀。独享通关奖励，那可是整整5年的阳寿。可一旦多带个拖油瓶通关，下一次被拉进恐怖游戏的时间，就要足足提前2年半。这2年半的致命诱惑，足够成为他们挥起屠刀的理由。我冷眼旁观众人的动向，没人再敢抱团取暖，全都像受惊的野兽般迅速拉开距离。除了那个废柴宅男，其余人都在疯了一样搜寻狼人武器箱。见此情景，我嘴角勾起迷之微笑。看来大家杀心渐起，那我也该去回收那件防身利器了。没想到管理员权限竟恐怖如斯，所有人的坐标变动，箱子开启状态，全部实时投射在我脑海。趁着1楼杂物间空无一人，我轻车熟路地摸进去，掀开了宝箱。冰冷的枪身入手，即便再次对上那个特种兵，老子也有了硬碰硬的底气。顺手将枪别在腰后，我又把意识沉入脑海中的地图。此刻代表窃贼的红点正和地痞的头像死死重叠在一起。然而仅仅1秒钟，窃贼的头像便在地图上彻底灰飞烟灭。我心中暗叹，果然没了偷袭的先手。正面硬刚窃贼根本不是地痞的对手。念及此处，我决定亲自去现场看看，反正怀揣利器，也不怕杀红眼的地痞敢对我动粗。刚到厕所门口，就看见血肉模糊的窃贼瘫在地上，旁边的地痞正剧烈喘着粗气。这疯子手里甚至没拿武器，竟是用一双铁拳活生生锤死了对手。你们这届玩家真是惊喜不断啊！没想到这么快就诞生了第一具尸体。地痞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白牙。有没有什么手杀大礼包之类的？按理说没有，不过既然你开口了，就附赠你一条免费情报。你身后厕所洗手台下面藏着个武器箱，祝你好运。地痞当着我面直接掀开箱子，拎出一柄沉重的铁锤。有点鸡肋，不过总比空手强。他掂量着铁锤，脸上再次泛起狠厉之色。管理员大人，我是不是还攒着一次提问机会？当然，你想现在就兑现吗？地痞脸上浮现出嗜血的狞笑。快告诉我，离这儿最近的猎物在哪？我扫了眼地图，随口回道。城堡中部的旋转楼梯，兽医在那儿，不过他正准备转移阵地哦。兽医嘛，懂了。地痞眯起凶光毕露的眼睛，提着锤子直奔中部楼梯而去。我大概摸清了这家伙的路数，简单粗暴，就是想在尸体曝光前疯狂屠戮，管他是不是队友，杀就完事了。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我喃喃自语：纪伯达，争点气多活会儿，我都开始欣赏你了。然而在看地图时，纪伯达的头像竟瞬间消失。这么快？我愣神片刻，随即无所谓的耸耸肩，朝楼梯走去。兽医见来人是我，明显松了口气。恭喜你现在拥有一次提问权。我笑着祝贺。兽医沉吟片刻，追问：现在场上还剩几个活人？除了你，还有独行者、士兵、教师、宅男。我盯着脑海中的地图报数，话音未落，我突然一顿。哟，不好意思，
教师刚刚凉了。说实话，刚才看教师和士兵的头像重叠，还真让我心里咯噔一下。所幸在我的布局下，再加上教师手里没了枪，这俩货再也没有联手的机会。辞别了兽医之后，我把下一个狩猎目标锁定在士兵身上，哪怕手里有枪，我也极不情愿去招惹那个战争机器。但这一面非见不可，毕竟枪膛里这颗子弹8成就是给他留的。如今狼人阵营只剩士兵和兽医，我只需坐山观虎斗，最后再给那个胜出的倒霉蛋补上一枪。迅速摸到3楼，士兵宰了教师后竟没挪窝，我轻而易举就在图书室堵住了这家伙。此刻他正吃力地托举着教师的尸体，试图往高耸的书架顶端塞。闻声回头，士兵眼中杀气毕露，待看清是我后，才长舒一口气。有何贵干，管理员大人？既然你已经开了荤，我自然是来履行职责，看看你有没有想问的情报。士兵显然对我的主动服务感到意外，低声嘟囔：“没想到管理员同志服务这么周到。”他摩挲着粗糙的下巴。至于问题吗？就在他沉思之际，我身后猛然响起一阵急促逼近的脚步声。士兵，且慢提问。兽医的厉喝声骤然炸响，士兵眉头紧锁。你是那个兽医，想找死吗？兽医根本不理会质问，目光直勾勾盯着书架上那具半遮半掩的尸体。听好了，我宰了地痞，而地痞在1楼干掉了窃贼，尸体已经被我发现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场上活着的只剩你、宅男，还有这位所谓的管理员。兽医语气冷的掉渣，士兵瞬间捕捉到话中深意。你的意思是，管理员其实是玩家，根本没有什么独行者？他死死盯着兽医，眼中满是戒备，显然比起我，他更不信任眼前这个同行。我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兽医，敢指控裁判，你们这届新人真是越来越有种了。兽医冷笑一声，别装了，你就是独行者。这破游戏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管理员，死亡节奏快得离谱。那些繁琐的规则在急速杀戮面前简直就是废纸，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全是因为这位管理员恶意泄露坐标。换言之，如果没有这家伙煽风点火，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在按部就班的玩游戏？兽医步步紧逼。还有一点，这诡异的地方一直在刻意淡化游戏的概念，连规则都是靠信件传达，偏偏这家伙突然跳出来自称管理员，不大摇大摆的太突兀了吗？士兵微微颔首，有点道理，但证据不足，光凭这些推论，你不该如此确信。听到反驳，兽医反而笑出声来。很好，士兵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刚才那些不过是铺垫，让我确信真相的是我身为兽医的天赋与动物沟通。兽医抬手指向窗外那些黑鸟。起义之后，我特意跟这群乌鸦聊了几句，我问了2件事：第一，这座庄园里除了我们6个和这个管理员，还有没有第8个活人？答案是没有，绝对没有。第二，我打听了这家伙开局后的行踪，乌鸦说他直奔1楼杂物间开了物资箱。若是管理员抢那玩意儿干什么？话音刚落，士兵猛地转头盯着我，眼中原本的信任瞬间化为赤裸裸的怀疑。迎着那充满探究的目光，我安静地听完指控，随后轻轻鼓起了掌。精彩绝伦的推理，吴子豪，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原来你也是个深藏不露的狠角色，仅凭这点线索就猜到我是第7名玩家，确实难能可贵。虽说结论稍微有点偏差，但也足够惊艳。而且结合上一局复盘，这家伙从头到尾都在用一个没人怀疑的假技能骗我。被夸奖的兽医脸上再次浮现出甜美无辜的笑容。谢谢夸奖，管理员哥哥，但我只是想活下去罢了。我也跟着笑了起来。是吗？那光靠脑子可不够，这毕竟是一场暴力的游戏。话音未落，我抬手就是一枪，清脆的枪声响彻古堡，士兵满脸错愕的栽倒在地，枪口瞬间调转指向兽医。解决掉一个麻烦后，我不敢大意，这女人同样是个狠角色，想弄死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孩绝非易事。毕竟她手里有刀，而我的枪膛已经空了。不过正如上一轮教师所言，黑洞洞的枪口最能让人冷静。时间一秒秒流逝，死亡的压迫感越来越重，兽医终于忍不住打破了沉默。明明是我看穿了你的身份，为什么你却先开枪打死了士兵？懂这个吗？我嘴角上扬，因为我看那家伙好像快被你说服了，他的职业和经历注定是个威胁，一旦他对我有敌意，击杀优先级必须排在第1位，哪怕我知道你对我杀心更重，我也得先送他上路。兽医眉头紧锁，所以我被无视了，而且你这算是变相承认自己不是管理员了。我微微颔首，既然被拆穿了，也没什么好否认的。真是被你耍得团团转。兽医叹了口气，那你为什么还不杀我？他双眼眯成一条缝，该不会是你这破枪里只有1发子弹吧？听到这话，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左轮手枪弹容量有限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要不你赌一把，就赌我枪里没有子弹。说实话，你拖延的时间越久，我越怀疑你是不是真的只有那1发子弹，毕竟你没理由留我活口。刚才那一枪精准命中士兵要害，足以证明你枪法如神，根本不需要花这么多时间瞄准。所以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的枪里只有1发子弹。话音刚落，兽医试探性的向前迈了一步，看着逼近的兽医，我笑得愈发自信从容，仿佛一切尽在掌握。推理确实精彩，吴子豪，你带来的惊喜真是一波接一波。谁能想到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孩，竟然是全场脑子最好使的？可惜啊，
你的推理只对了一半，这把枪的子弹确实少得可怜，但不是1发，而是2发。我只是在犹豫，这最后一颗花生米是赏给你，还是留给那个宅男？我不带感情的说道。可即便如此，兽医依然硬着头皮又进了一步。你的手枪应该也是某种道具，这种道具要么满弹，要么只有1发。2发这种尴尬的数量根本不符合游戏逻辑。可你现在的眼神为什么这么从容？就像在看一个死人。但事已至此，不管你有没有子弹，我都只能赌你没有了。说完，兽医猛地举起匕首冲了过来，下一秒，枪声炸响，左轮枪口喷吐出绚烂的火舌，兽医眼中的世界瞬间变得缓慢。果然有第2发子弹。当你决定赌命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输了。